哥，我们这几天都会在聊中国的官场现在非常的混乱，甚至北京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华尔街日报》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为什么张幼霞是会被抓？他说是因为他泄露了核机密。我想说，哇，美国你太狠了吧！竟然把这种事情透露出来。今天更可能是什么？是 CIA。CIA 的局长竟然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之前拍的不是第一部跟第二部的宣传片吗？叫大家来支持我们美国，只要你要去背叛中国的话，我们可以帮忙你。结果他超坏的，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们在这种资源上面，我们投放广告上面，我们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对，没错。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张幼霞的倒台来说，有些人就说他对美国是泄密嘛。那好，对美国泄密的话，那到底管道是什么？就没想到美国的有一个这个布莱巴特的新闻网就弄了一个，他说独家报道川普的这个沉默铁锤，他讲的是 CIA 的局长这个约翰雷克里夫如何在总统回归的首年就重振这个情报机构。对。然后他报道里面来说，他故意就讲这个，他说我们 CIA 从2025年来说，已经发布了3个普通话的视频，那在招募中共的官员来帮助美国。然后这个媒体报道来说怎样啊？因为他在第2任你还致力于这个跟直接面对中国招募内线啊，那 CIA 的这个动作在招募中国内部的官员还有外部的新鲜人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啊！等一下，这消息出来，北京瑟瑟发抖，我还有谁没干掉？对，所以我就说嘛，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在故意搞你嘛。对，他故意搞，其实因为他现在。他也知道说现在你中国内部不稳定嘛，我现在弄这些影片，你看都这么多人观看，你中国官员里面到底多少人观看？搞不好习近平很想知道说到底有谁看，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找不到啊，好，那就是让整个中国官场更加的混乱，尔虞我诈。对，那雷克里夫到底是谁呢？雷克里夫其实我就说，川普都要求有绩效，对不对？那雷克里夫他就是有一个有绩效人，尤其他跟川普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做的这些东西来说啊，他都是为川普提供最佳情报，对，然后他说以便他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为美国人带来福祉，我们对此毫不妥协。所以简单的说，他其实是川普要他做什么，他马上就去找这些资料了。哈，第一个我们就讲，那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呢？第一个，我们那前一阵子1月3号不是有个绝对决心吗？抓了马杜洛嘛。好，那我们亲自仔细看哦。这是川普在看这个整个影片进展的过程呢，旁边这个人就是雷克里夫，对，所以等于是他在旁边，这个在旁边看的哈。那为什么在旁边看？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绝对决心行动能够成功的话，跟 CIA 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说很多 CIA 的线人都在里面，是，而且已经潜伏了非常久。你在干什么事情？你在什么位置？你吃了什么？对，都是我 CIA 干的。没错 ，CIA 很早就已经派人进去，然后潜伏在里面，然后对马杜洛的这个所谓生平啊，他的都已经做得非常清楚之后，然后而且他还知道说，我们不是讲吗 ？CIA 的这个线民等到这个飞机来之后，他们就说，怎么下来？那怎么去找到马杜洛这样？所以这等于是 CIA 搞的嘛，哈，这就是变成是川普为什么他要坐在川普的旁边？因为他要跟川普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对，川普当然觉得，哇，你这个太赞了哈。另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第2个，就在去年6月22，不是个午夜之锤的行动吗？对，那午夜之锤的行动也是一样啊。午夜之锤的行动，那 CIA 到底搞什么呢？他就说，他们已经在伊朗境内安插2名特工，潜伏了15年啦。15年，那2名特工已经成功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就精准的掌握这个地下核设施到底是怎么样构造啊，然后它的通风系统啊，还有它的死角什么都弄得非常清楚啦，哈。那所以呢，他们就能够让美国知道说，你的核弹、你的飞弹要精准的投在什么点，对不对？因为它下面是100公尺，100公尺你要炸到100公尺，你钻地弹再厉害，你也要找到那个适合钻的点才行嘛。对，好，那就是他们就是说，因为特工已经知道，所以特工知道说，所以他才提供美国非常精准的这个计划。好，所以 CIA 已经都把这一切都完成了之后呢，美国还用一个7敌战术。什么7敌战术？因为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轰炸机的 B2 轰炸机的要飞到关岛那边。好，那飞到关岛那边来说的话，对伊朗来说。你飞到关岛，那表示什么？你们要对我动手的啦，对嘛？你可能就是要对中国没事。就美国怎么做？美国他们是真的轰炸机，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然后就一路的飞到了这个伊朗，然后直接给你轰炸。所以等于是用声东击西，然后骗你的这个方式，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来说，这个都是美国在处理的方式。那当然 ，CIA 一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只要川普下什么任务给他，或者说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 CIA 动手，是。他都会冲第一个，对，没错，使命必达。因为他跟川普非常好，他跟川普的始终盟友哈，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这些都是
雷克里夫给川普的一些 information。好，那我就跟他讲，现在川普呢就很想要取得很多中国内部的一个情资，所以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美国可能会批准一个叫关恒的这个政治庇护。对，那为什么要批准他呢？因为他事实上是一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网络媒体的这个报道者。好，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呢？你看他现在，因为他跑到美国来，你看他长期内在记录什么？你看他曾经做了一个图。这个图里面来说，这就是新疆嘛，哈。那新疆里面来说，红色的这个标记就是可能是当地的拘留所，然后这个黄色的是当地的这个拘留所，但是没有被使用，然后还有灰色就是已经停用，就是曾经关过人，然后已经停用。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你看，他就说他等于是有这些证据之后。他就可以指控什么？指控你中国真的在新疆里面搞一些没有不人道的手段，在迫害这些维吾尔族嘛。所以关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角色，他是冒险，而且冲进去里面拍，是没错。而且他连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完完全都拍了出来。是，就现在这个人。最关键的这个人，他手握的是什么？是中国新疆最丑陋的资料，没错，最丑陋的真相是都在这个人手上了。美国当然想取得嘛，美国取得之后可以对这个中国，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美国国会一直很在意这一点嘛，那就可以对中国发起更严重，包括说关税战或什么之类。你看他拍的非常多，譬如说你看有强制隔离的这个戒毒所啦，然后包括说还在沙漠中间还有个巨型的这个拘留所。这个如果没有他拍，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在沙漠里面，我们知道其实新疆这边很多沙漠，很多很荒凉的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包括说空拍什么拘留所的这个塔楼啊，这里面上面可能就可以安排所谓狙击手，你敢跑的话，我就可以枪击你啊，然后市区的这个拘留所，所以他有非常大量的资料在他手上。对，那现在呢，就美国想要找他，就说我们可以允许你的庇护啊，那你就把这些资料呢，就拿过来给我们，假以时日，我们就可以用来这个对付中国。所以跟你讲，事实上。虽然说没有错啦，这个川普都一直说，哎呀，我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啦，我们这个好朋友啊，但是必要时候呢，我还是要收集更多的黑资料，以便在未来跟习近平交手的时候，我能够占据上风的一个状况。体育老师，我们都知道，刚刚讲了，中国现在一定非常乱，里面一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就有一个人想要说，我要挑战看看，这个人是谁？是赵薇，《还珠格格》小燕子赵薇，4年了，被封杀4年，没想到他出现了。他被封了这么久，他竟然在挑战中国的底线，结果出大事了，这直播被封了。对啊，这赵薇在试水温啊，试什么水温呢？我们讲说啊，不打勤啊，不打懒啊，专打不长眼，他真的是不长眼哦。为什么呢？你知道啊，他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就因为他的这个前夫的这个黄有龙的事件啊，然后有被涉及到说很多诈骗或是洗钱等等之类的，甚至还搬出了跟马云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跟曾庆红，因为曾庆红是习近平的这个对手嘛，曾庆红的这个弟弟啊，曾庆怀哈，在曾庆怀他本身来讲是操弄了所谓的影视界的，就是大陆跟这个中国跟这个香港、澳门的这个影视界的，所以呢，当时的这个赵薇啊，真的不可一世，你知道吗？后来被中共整肃之后呢，他开始就非常低调。对，但是最近呢，大家发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你知道他有投资酒庄嘛？所以他酒庄来讲的话，有直播主来带货，然后呢，他有时候3不5时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自己的声音呢，跟这个直播主呢来做连线。那这时候呢，他测试的时候，不错哦，这个好像效果还不错，所以他就在去年的12月31号哦，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在直播的上面呢，直接自己就露面了。露面之后，而且他还什么化妆，化妆完之后还抱了这个直播主，那所以他的脸就露出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影音上面了。之后呢，结果没想到10分钟之后。这个账号就被封锁了，所以你意思说他根本是有备而来的，先试水温，用声音去试水温，结果他就出现在这里，而且全装哦，是这么厉害？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12月24号张幼霞被抓了，对，然后他可能以为说，中共内部来讲的话，可能官方已经有松动了，所以看能不能有一些所谓的机会再次复出，所以运用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影视的这样的直播的概念呢，来试图复出哦。结果没想到12月31号这样测试下去之后，10分钟内，结果呢账号被删除这个直播被毙掉，所以完全没办法做。然后后来呢，也有人发现到最近其实他蛮高调的。以往来讲的话，他就会戴个墨镜，然后戴个口罩，戴着这个帽子，然后出现在机场，出现在某些场合。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竟然在上海的街头来讲，他常常遛狗。
然后呢，碰到粉丝的话，竟然把口罩脱下来跟粉丝来互动。另外来讲的话，粉丝要他签名，他还真的大大方方的跟人家签名。这样完全变了，他对就是要跟大家讲我要回来了。对，他有想要付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所谓的直播带货上面，试图在露出他的脸，在代表说他也试图想要这个付出哦。但问题是什么？新华网出手了。你看到新华网在1月19号的时候就播出了有一则文章哦，上面就写到，他说有些劣迹艺人啊，线上戒网重生平台不能装睡，要摒弃流量至上，优化算法逻辑哦，把好审核关口。完善举报机制，及时发现下架劣迹艺人相关内容以及不良导向的视频，不留传播空间。所以显然冲着赵薇而来的嘛，也就是赵薇你露脸了啊，这时候呢我就下架了，10分钟后才下架，可能经过一些审核机制了才下架。但是现在新华网突然发现到说，这些劣迹艺人可能要借由可能北京比如说政局不稳的情况之下，然后试图的付出显然来讲的话，看起来习近平的这个权力还是非常稳的现在来讲的话，这些艺人想要借由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形式来付出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说他真的是不长眼了，所以才会被官媒来封杀。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